什麼叫好了傷疤忘了疼？去年9月，新西蘭海軍興沖沖派軍艦闖台海，結果回程路上直接拋錨，尷尬到只能求救盟友拖船才勉強脫困，堪稱年度最糗軍事行動。可誰能想到，這才過了1年，新西蘭居然又揣着明白裝糊塗，把自己最大的補給艦奧特亞羅瓦號再一次開進台灣海峽。結果這次直接被解放軍全程貼身押送，連模擬攻擊演練都安排上了，真是應了那句不作死就不會死。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據路透社報道，新西蘭國防部長柯林斯27日親口證實，該國海軍最大的補給艦奧特亞羅瓦號在本月早些時候完成了台海穿越。這艘滿載排水量達 2.6 萬噸、艦長173米的巨艦，是新西蘭海軍噸位最大的現役艦艇，主要承擔海上補給、人道主義救援等任務。雖無重型作戰武器，但作為新西蘭海軍的門面，其行動向來被視為官方態度的直接體現。這也是繼去年9月新西蘭海軍聯合澳日艦艇穿越台海後，第二次在這一敏感海域刷存在感。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貓膩。根據國防部發言人蔣斌後續證實的信息，奧特亞瓦羅號實際穿越台海的時間是11月初，遠在高市早苗發表錯誤涉台言論之前。可新西蘭官方偏要等到中日關係緊繃到臨界點時才公開消息，這波精準卡點簡直把趁火打劫4個字寫在了臉上。用一艘象徵海軍實力的最大艦艇挑事，卻選在局勢最敏感時官宣，哪裡是什麼正常航行，分明是主動湊上來摻和的政治挑釁。新西蘭怕是忘了去年自家艦艇觸礁沉沒的狼狽，還以為駕駛着 2.6 萬噸巨艦，又不是美日那樣的大國，中方會顧及經貿關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他們徹底算錯了，台海問題是中國紅線中的紅線。別說新西蘭這樣的中等國家，就算是聯合國五常，誰敢越界半步，中國也不會慣着。從奧特亞瓦羅號剛進入台灣海峽周邊相關海域開始，解放軍東部戰區的海空力量就已開啟貼身押送模式。根據新西蘭國防軍事後私下承認的信息，奧特亞羅瓦號剛駛入敏感海域，就被解放軍7艘艦艇形成品字形包圍圈，牢牢鎖定。3艘驅逐艦位於左、右、後三方核心警戒位置，2艘護衛艦在前引導航向，另有2艘導彈艦在側後方機動待命，全程保持1至3海里的安全警戒距離，既讓對方清晰感知壓迫感，又盡顯專業克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解放軍東部戰區從奧特亞瓦羅號進入巴士海峽開始，就派出空警500預警機在空中建立實時監控鏈路，隨後殲16戰鬥機編隊輪番升空，每批次2架戰機以左右半飛姿態跟進，最近時與軍艦的水平距離僅數公里。這種海空立體監控網意味着奧特亞羅瓦號的航向、航速、通信信號，甚至甲板人員活動都被解放軍全程實時掌握。只要其敢做出任何偏離海峽中線、違反航道規則的小動作，反制措施會在數分鐘內到位，絕不給任何試探機會。更值得點讚的是，在全程押送過程中，解放軍殲16戰機直接開展了針對性的模擬攻擊演練。要知道，以往面對類似外艦過航，解放軍通常只採取壓迫性機動予以警告，模擬攻擊這個級別極少動用。此次演練中，戰機按照實戰流程完成了鎖定目標、模擬發射等戰術動作，相關戰術數據還通過數據鏈同步至海上艦艇編隊。這一操作絕非簡單的秀肌肉，而是向新西蘭船員傳遞最直白的信號：你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打擊範圍內，若敢越界，後果自負。新西蘭軍方事後也私下坦言，當時艦上人員明顯感受到了壓力。而在奧特亞瓦羅號被全程押送出台灣海峽的第2天，解放軍又馬不停蹄在台海及周邊開展聯合戰備警巡，這波操作更是堪稱教科書級反制。這背後的3重信號清晰又有力：第一，軍艦過境不代表事情了結，挑釁的後果需要慢慢消化；第二，台海的節奏始終由中國掌握，不是任何國家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打卡點。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要讓所有蠢蠢欲動的國家看清楚，再敢在台海問題上踩線，等待你們的只會是更高強度的反制。正如網友總結的那樣，跟監是對事，戰巡是對人，除了實打實的軍事反制，國防部也第一時間發出嚴重警告。發言人蔣斌明確表態，11月初，新西蘭奧特亞瓦羅號補給艦過航台灣海峽，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對其過航的行動全程跟監警戒，有效應對處置。我們堅決反對有關國家在台灣海峽興風作浪，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雖然沒有直接點名批評，但結合期艦押送的事實，這股敲打意味已經濃到藏不住，任誰都能聽出其中的分量。新西蘭軍艦台海挑釁翻車的背後，其實藏着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國際共識。目前，聯合國5大常任理事國裡，美、俄、法3國都已公開表態支持一個中國原則，明確承認台灣屬於中國。現在就只差英國尚未做出明確表態。而考慮到英國首相斯塔默已經敲定明年1月訪華，小編猜測他在訪華前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承認台灣歸屬，基本沒有任何懸念。這就很有意思了。要知道，此前北約向亞太擴張時，美英法都曾參與其中，甚至都有過出動軍艦穿越台灣海峽的舉動。可為什麼這次中日因台海問題產生衝突，這3個國家卻不約而同站在了支持中國的一邊？其實答案很簡單，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所有的外交姿態背後，本質都是利益的權衡與選擇。先說說法國總統馬克龍的選擇，他這次公開支持一個中國原則，核心原因有2個。第一，法國離不開中國的稀土，稀土作為工業維生素，是軍工制造、高端電子、新能源汽車等產業不可或缺的關鍵材料。馬克龍一直想主導歐洲的軍工業，而歐洲龐大的汽車工業更是離不開稀土供應，這2樣都得靠中國的穩定供應才能運轉。第二，在俄烏和談問題上，法國急需中國的支持。當前美俄關係微妙，歐洲在俄烏棋盤中已經消耗太多，要想在和談中爭取更多籌碼，讓俄羅斯做出更大讓步，就必須拉攏中國這個關鍵力量。所以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其實也是馬克龍向中國釋放的友好信號，希望能換取中方在俄烏問題上的支持。再看特朗普的反常操作，中美高層通電話後，特朗普居然轉頭給高市早苗打去電話，明確要求他克制涉台言論，不要輕易刺激中國。按理說，特朗普完全可以利用日本擴大台海危機，從而牽制中國發展。可他為什麼反而選擇壓制日本？核心原因還是利益使然。中國此前承諾4年內採購8750萬噸美國大豆，現在正是落實這一承諾的關鍵時刻。特朗普可不想因為台海局勢生變，影響到美國農民的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已經敲定明年4月訪華，中美之間還有更大規模的商貿合作正在談判中。在這個節骨眼上敲打一下日本，避免美國被拉下水，才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而俄羅斯支持中國原因則更加直接。首先，俄羅斯的經濟現在高度依賴中國市場，自從失去歐洲市場後，印度也減少了俄油訂單。如今，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出口很大程度上要靠中國續命。其次，俄羅斯的外貿結算體系已經離不開人民幣，在西方的制裁下，俄羅斯的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占比已經超過99%。它與印度、巴西等國的貿易往來很多都已經放棄美元，轉而使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已經成為俄羅斯外貿的硬通貨。至於尚未表態的英國，其實真的沒那麼重要。這個曾經靠工業革命稱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國，如今早已不復當年之勇。說出來你可能不信，英國本土的最後一座煉鋼高爐已經關閉，現在連鐵礦石都無法自主冶煉。作為聯合國5常之一，它更是全球唯一一個無法獨立制造洲際導彈的核常國。導彈技術全靠美國援助，更關鍵的是，英國在關鍵礦產等領域也極度依賴中國供應，根本沒有資本在台海問題上與中國作對。所以，無論英國是否表態，都改變不了台灣屬於中国的事實，也影響不了中國統一的進程。小編覺得，相比於放任日本、德國等曾經的法西斯國家打破2戰枷鎖，釋放戰爭潛能，5大核常國更願意支持中國崛起，強化5常之間的聯盟。高市早苗顯然是高估了日本的實力，也低估了5常維護自身利益的決心，更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台灣屬於中國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共識，是寫進聯合國憲章的真理。任何試圖分裂自己國家的行為，都會遭到全體中華兒女的堅決反對。
任何試圖借台海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的國家，最終都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